我靠！哪个剧组这么会整活？大半夜拍外景都不拉警戒线的吗？有没有点安全意识？这要是撞死人算谁的？我操！这么逼真！结阵，护长公主突围！别管那铁壳子，里面若有喘气儿的，一并剁了！今日绝不能放跑李峰哥！一并剁了！现在的群演都这么入戏吗？不是吧？这道具血，这断头模具，这也太逼真了！靠！我的新车贴膜！让，都给我让开！老子刹车没踩稳！借他破阵！别靠这么近！蹭花了漆，你们这破剧组赔得起吗？殿下当心！老二、老四，全部回房保护长公主！公主若有半分闪失，你我万死难辞！不对劲，这太不对劲了！现在的群演为了夹鸡腿都这么拼的吗？走火入魔了吧？这剧组不把人命当回事，老子可不能跟着疯，得赶紧溜！啊，我的眼睛啊！还嫌不够乱是吧？吃我烟雾弹！有毒，闭气！该死，什么都看不清了。好机会，溜了。哎呦，对不住，师傅让啊！我真不是故意的。秦烈，带人随那铁兽突围，借他之势反杀。怒！大哥，对不住啊！救命！殿下，大局已定，活口留下了。我去，那个美女好像是真受伤了。乖，女主受伤都没人管，那今天这个护花使者我是当定了。都闪开，放下那个美女，让我来。放肆！一介草民也敢触碰公主，找死！你有病吧，兄弟？演戏演上瘾了是吧？这么深的伤口，要是再不处理，万一伤到血管引起大出血，是会休克死人的，懂不懂？满口胡言乱语，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深夜驾驶这等吞云吐雾的妖车突然降临，还身怀妖光，说你到底是哪个皇子派来的刺客？有何居心？我派你大爷的刺客呀！我他妈是送货的！秦烈，退下！你方才说若不治会留疤。废话，那么大的口子，天气这么热，一旦化脓感染了，整条胳膊都得截肢。是，绝对不能留疤。忍着点儿，我得把衣服剪开。你这皮肤保养的够下血本的啊！去足伙食挺好啊。疼就喊出来，别憋着，憋坏了算谁的？你叫什么名字？究竟是何人？我叫张璇，剧组一打杂的，专门负责运道具。我说你们这组真是够拼的，群演不要命，主演也不要命。你虽言语疯癫，但救了本宫是事实。你且听好，本宫乃大前皇朝镇国长公主李凤歌，你今日救驾有功，想要何等赏赐？我说姐妹儿，你这戏感也太好了吧？这都受伤大出血了，还这么敬业，是不是导演在哪儿盯着呢？诶，怎么没看见摄影机？你们工作人员呢？什么入戏？本宫乃大前当朝皇长女，生来尊贵，难道还需要跟你一个区区平民演戏？既然你顾左右而言他，说不出自己的真实身份，那就跟本宫回府，大刑伺候，慢慢审问。秦烈，拿下！这不是道具？难道我真的穿越了？统领，清点完毕，刺客全灭，只活留了这一个舌头。说，是谁派你来的？可是二皇子还是三皇子？只要你画押指认，老子给你个痛快！秦烈，够了，这等死事是问不出什么的。先把人押回府里，动用大刑慢慢审。殿下，这刺客用的都是军中的志士连弩，除了那两位，还能有谁？何不趁现在直接将人押解进宫，禀明圣上，让皇上为您做主？做主，生在皇家，身不由己。就算父皇知道了又如何？大家都是他的骨肉。这等没有铁证的刺杀，最终到了御前，也不过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罢了。难道我们就硬吃这个哑巴亏不成？哑巴亏？既然老天让本宫拿到了这个活口把柄，日后总有要他命的时候。记住，千万别让他死了。那个领导，既然你们家务事谈完了，我的急救也做完了，请问我现在能走了吗？想走，走去哪里？我大前疆域万万里，本宫更是大前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你既救了本宫，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你既能操控这等吞云吐雾的妖车，身负莫测之能，唯有留在本宫身边，本宫才能放心。否则什么？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安睡？你这等奇人，若是被我那2个弟弟夺去，岂不是给本宫平添麻烦？既然得不到，那就不如毁掉好了。秦烈，动手！我操！等等，刀下留人啊，老板！我操！等等，刀下留人啊，老板！我有用，我绝对有用！我是985毕业的高材生，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从物理化学到母猪产后护理我全懂，我还能帮你做 PPT， 搞营销。留着我，我保你一统，不是保你事业做大做强啊，长公主！算你识相。秦烈，回府。殿下，方才激战，战马皆背着腰，被这位兄弟的强光惊走，马车也尽数损毁。如今距离天亮不足1个时辰，您身上又有伤，不如属下先跑步回府，换一辆宽敞的马车来接您。哎呦，统领大哥，还等什么马车呀？这不就有现成的顶级座驾吗？真皮座椅，空调冷风，减震一流，保证比你们那破木头葫芦车舒坦10000倍。张璇，你慢些，这铁兽的肚子里为何这般颠簸？这叫推背感，殿下您别紧张，习惯就好了。这荒郊野外的土路肯定颠啊，等上了你们京城的石板路就好了。坐稳了您内，60神车，使命必达。啊！哎呀，皇姐，听闻皇姐昨夜在城外遇刺，弟弟我可是急得一夜未眠啊！皇姐这伤势如何？要不要紧？二弟消息倒是灵通，本宫这前脚刚到，你后脚就在府门前候着了。你来的这般快，难道昨夜刺客就是你派去的不成？皇姐说笑了，弟弟也是关心则乱。不过皇姐莫要被这妖人骗了，弟弟已查明，昨夜之事分明就是此人操控妖车施展妖法，先派杀手行刺皇姐，自己再假意相救，故意接近，其心可诛。什么玩意儿？我派杀手？你有病吧？放肆！幸好本王及时发现端倪，才让皇姐免受你这妖人的欺骗。刘副将，还不给本王拿下这刺客同党，就地正法！得令，休伤张璇。张璇，快跑！只要你逃走，他今日绝对不敢动本宫分毫。我跑？我他妈往哪儿跑啊？这都被包成饺子了！你们古代皇室夺权也太黑了吧？有黑锅是真往死里扣啊！对了，剧组的烟火道具，让开让开，都给老子让开！吃老子一记加特林！啊，我的眼睛，我一不着火了！殿下小心，这妖法会炸！好胆，你果然是妖人！一起上，杀了这妖人，别让他用妖法伤了长公主！妖人受死！我操，这都不怕！这不是上一家黑刀片剧组用的电棍吗？居然没拿走，真是天不亡我啊！第一次见面就喊打喊杀，你们本地帮派也太不礼貌了。既然这样，那就尝尝我雷电法王的厉害！雷法，你竟然会驾驭天雷！妖怪，真的是妖怪！张主任，好。既然皇姐硬要死保这个会妖法的艺人，那本皇子也无话可说，唯有如实禀告父皇，请父皇定夺了。皇姐，明日早朝你自己去跟父皇解释吧。我们走。这就走了？老子还没电爽呢！来啊，继续啊！别喊了。殿下，属下失职，昨夜抓回来的那个活口，刚才趁着府门前的乱战，被人潜入地牢灭口了。该死！好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李成金今日带人来府门前闹事，根本不是冲着张璇来的，他在拖延时间，掩护杀手灭口，我们都上当了。那现在证人死了，我们死无对证，明日早朝该如何是好？哼，慌什么？他这么急于灭口，恰恰说明他心里害怕了。明日早朝，本宫倒要看看他还能使出什么幺蛾子。张璇，明日早朝你跟本宫一起去。啥？我也去？朝堂之上可没有本宫这公主府宽敞，能不能活着下朝，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这他妈都叫啥事儿啊？说穿越就穿越了，老子上个月工资还没发呢，下个月房租谁给我交？唉，穿越局现在办事都不提前发个短信通知一下吗？老子连个金手指和主角剧本都没带啊！还有那个冷得像冰块、凶巴巴的长公主，一言不合就要烧死我。这古代 HR 的面试手段也太反人类了吧！明天还要带我去参加什么朝会，还要我自己活着回来，开什么国际玩笑？这古代杀人不跟闹着玩一样？就我这缺乏锻炼、天天熬夜的小身板，
能经得住几下廷杖？不行，绝对不能坐以待毙。那长公主把我带上朝，摆明了是让我当挡箭牌，想让我当炮灰，门都没有。老子的命，老子要自己做主。幸好神车里塞了2套剧组的精品古装和头套，你别说，哥们儿这一打扮还挺帅，站在这帮古代人面前毫无违和感。这颜值，这身段，简直秒杀现代那些偶像剧古装小生，好吗？启禀父皇，儿臣身旁这位名为张玄，昨夜惊交，若非他出手相救，儿臣恐已遭奸人毒手。他乃是儿臣的救命恩人。父皇，皇姐此言差矣。此人来历不明，行踪诡秘，怎会如此巧合地出现在刺杀之地？儿臣断言，他不仅不是什么恩人，分明就是那伙刺客的同党。这是妄图潜入长公主府，图谋不轨。同党？二弟这颠倒黑白的本事，倒是比兵部传递捷报的速度还要快上几分。若他是同党，为何不趁乱要了本宫的命，反而大费周章地救下本宫于活口？你的逻辑简直荒谬至极。这或许是苦肉计，为的就是博取皇姐信任。苦肉计？拿着前所未见的奇珍异宝，冒着生命危险来给本宫演苦肉计？二弟，你若是想往本宫头上扣屎盆子，好歹编个像样点的理由。你这般急着要将本宫的恩人定为刺客，莫不是怕他昨夜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人？好了，都给朕闭嘴！好了，都给朕闭嘴！既然是长公主的救命恩人，暂且留他一命，交由长公主府严加看押，未经朕许，不得离京半步。谢父皇隆恩。哎呦我去，吓死爹了！小命总算是保住了。这古代开会跟上刑场似的。别高兴得太早，你以为这就完了？他们的手段才刚刚开始。启禀陛下，荆棘春旱2月未解，麦苗多已枯死，长陵仓余粮不足3月，京中粮价3日内已暴涨2成。城外南沟灞桥、永丰3处流民聚集已过3000之数。昨夜甚至有暴民强砸米铺，局势岌岌可危呀！不仅如此，上游急报，3日内或有特大暴雨，去岁河工账目尚有巨大亏空，挤出堤口薄弱不堪。若这雨势真压下来，曹渠先险，咱们的运粮通道随后就要断绝。陛下，边军粮权本就压期，粮道若10日内不能到达，阴山一线军心必乱。如今北莽奇探已至阴山外30里，就等着咱们内乱了。皇姐，既然你身边这位异人有通天之能，想必对这大钱的灾情也早有解决之法吧？不如请这位张先生说说看，如何解这一局？二哥何必与他废话？这异人若是拿不出真本事，那就是个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不如臣弟现在就替皇姐代劳，直接将他当堂格杀，省得留他在此妖言惑众，危害皇姐安全。张玄是本宫的人，父皇刚才都发话留他性命了，我看你们今日谁敢动他一根头发？哎呦喂，有大老板给撑腰，这感觉就是不一样啊！既然二位殿下这么虚心求教，那我就勉为其难，免费给各位上个紧急避险与宏观调控的速成课。黄口小儿，你胡言乱语些什么？信不信本王拔了你的舌头？三殿下，我建议你多吃点核桃补补脑，遇到问题就想着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只能暴露你大脑内存严重不足。你今天就算把我大卸8块，这天就不下雨了，城外的流民就能从我肚子里刨出大米来。动动脑子好吗？放肆！大胆狂徒，安敢在金銮殿上口出狂言，有辱斯文！斯文？都什么时候了，你跟我谈斯文？城外老百姓都要易子而食了，你们这群斯文人就在大殿里站着干瞪眼，看流民饿死很优雅是吧？你们天天吟诗作对，人家在城外吃泥巴，这叫斯文？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够了！你若真有良策，快说来！若再敢逞口舌之快，朕现在就让你人头落地！
陛下息怒，微臣这就上干货。现在的情况其实就是一个多线程的危机项目。首先，关于水利和工程，尚书大人，别等雨下来了才去哭，现在立刻马上派人去博若堤口，用麻袋装满泥沙，堆成沙袋墙进行加固。同时，沿河设立水位标志，24小时3班岛给我盯着，一旦超标，立刻开启泄洪区，宁可淹掉一部分荒地，也不能让主干道曹渠崩溃。沙袋铺坡，标志测水，此法甚妙。老臣怎么没想到？其次，关于物价和流民，长平仓必须开，但绝不是盲目放粮。朝廷要立刻出台最高限价令，在各大米铺门口贴告示，官方统一定价，哪家商户敢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不用废话，直接抄家。这叫什么？这叫市场经济需要暴力的宏观调控。可若是商人罢市不卖呢？他们不卖，官府就强买。至于流民，千万别把他们当累赘，这是现成的免费劳动力啊！立刻启动以工代赈方案，把流民编成施工队，去修路，去扛沙袋，去加固堤坝。干活的给干饭，不干活的只给稀粥。人只要忙起来，有饭吃，他就绝对不会造反。最后，最重要的一点，责任到人，从尚书到地方县令，每个堤坝、每个粥棚都必须签下军令状。出了问题，谁负责的那段谁就提头来见，别一出事就在这大殿上互相推诿扯皮踢皮球。说句难听的，如果在我们那儿，就你们这工作效率和危机处理能力，我身为大 boss， 第一天就把你们全给裁了，一群拿钱不干活的饭桶。那个，我刚才是不是发言太大声了？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这黄口小儿，满嘴奇技淫巧之词，你说要官方统一定价，强行干预米市，这简直是与民争利。若商贾无利可图，纷纷罢市闭门，甚至携粮潜逃，届时京城无粮可买，几十万百姓岂不是要活活饿死？此乃绝户之计。商贾敢罢市，敢携粮潜逃，好啊！大钱的军队是摆设吗？谁敢关门，直接查封他的粮仓，充公！在这个节骨眼上，自由市场必须向宏观调控低头。您要是连这点霹雳手段都不敢用，还当什么户部尚书？干脆回家抱孙子去吧！你粗鄙莽夫！陛下，此人所言以工代赈，更是荒谬至极。流民本就腹中空空，饥寒交迫，此时不让他们好好休养生息，反而要驱使他们修路筑坝，干那些重体力活，这分明是草菅人命，要把那些灾民活活累死啊！若激起民变，大钱基业危矣。我草菅人命，钱大人，您天天坐在金丝楠木的椅子上，喝着极品大红袍，知道什么叫沉没成本吗？知道什么叫可持续发展吗？你们所谓的休养生息，就是每天施舍一碗清的能照出人脸的米汤，让他们在城外烂泥地里等死。流民为什么会造反？因为绝望，因为无事可做。我让他们去干活，是给他们一口能吃饱的干饭，是给他们一个重建家园的希望。你这是强词夺理。圣人云：使民以时。如今大灾当前，你以严苛的 KPI， 虽然本官不知这是何方妖语，但听你之意，分明是酷法苛政。此等暴政与桀纣何异？别跟我扯你那套圣人云，圣人教你们遇到天灾就互相踢皮球了。圣人教你们看着老百姓卖儿育女，自己还在大殿上抠字眼了。你们口口声声为了大钱，实际上就是在保全自己那点可怜的羽毛。签军令状怎么了？权责对等，懂不懂？享受了朝廷的高官厚禄，灾难面前就该顶在第一线。不敢担责，趁早辞职让贤，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庶子狂妄啊！你侮辱斯文，诋毁朝廷命官，你这妖人！老夫与你势不两立！噗！钱大人，太医，快传太医！哎呦我去，累死老子了！
这古代老头的血压也太高了，心脑血管系统堪忧啊，几句话就爆缸了。父皇，前尚书年事已高，如今又急火攻心，怕是短时间内无法理事，必须静养。然灾情如火，刻不容缓。儿臣举荐户部右侍郎林大人，林大人正值壮年，且对户部账目烂熟于心，可暂代尚书之职，全权统筹京畿赈灾事宜。不可！皇姐此言差矣。林侍郎虽有些才干，但资历尚浅，威望不足。城外数十万流民的生死，岂是他一个右侍郎能扛得起的？若出了乱子，谁来担责？儿臣以为，应当从内阁中挑选老成执重的大臣来主持大局。张玄，本宫问你，如果你本宫把城外辽民的烂摊子交给你来解决，你有几成把握办妥？如果你真的能给我绝对的权力，做到上行下效，没人敢在中间给我使绊子的话，至少有7成把握。7成把握，足够了。父皇，二弟既然担心林侍郎资历不够，那儿臣便亲自立下军令状，本宫愿与林侍郎、门客张玄共领赈灾之事。1个月内，若不能解决城外流民之患，平息京城粮荒，本宫从此搬回内宫，交出手中一切兵权印信，再不过问朝堂半点政事。臣弟敬佩皇姐破釜沉舟的魄力，但是流民赈灾是一码事，户部尚书吐血昏倒却是另一码事。你身后的这个妖人张玄，在金銮殿上公然咆哮，故意用恶毒言语辱骂、嘲讽朝廷重臣，导致钱老大人吐血昏迷，生死未卜。此等行径，与谋害朝廷命官何异？皇姐，你要立军令状可以，但这个杀人凶手，今日必须就地格杀，以正国法。乱臣贼子，也敢在朝堂上撒野，拿命来！我靠！你丫有病吧？也没人提前通知我说辩论赛结束后之后还有一场无限制真人格斗等着我啊！辩不过就物理消灭是吧？无耻妖人，受死！三殿下，有话好说，冲动是魔鬼啊！你一个拿剑的砍我一个手无寸铁的，你不觉得掉价吗？这要是传出去，你皇子的脸面还要不要了？你的智商是不是都长在肌肉上了？闭嘴！本王今日非要把你碎尸万段！死吧！张玄，死你妹！尝尝现代科技的10万伏特吧，孙子！他召唤天雷劈了3弟，乱臣贼子竟敢谋害皇子！反了，全反了！都给我上，将这妖人剁成肉泥！住手！在父皇面前当堂动刀，你们要造反吗？大老板威武，差点我就要提前下班了。父皇明鉴，朝堂议事本就是各抒己见，激烈辩驳。张玄不过是实话实说，指出救灾的痛点。钱老尚书年老体衰，自己气量狭小，血压偏高，一时急火攻心晕倒，怎么能说是张玄谋害朝廷命官？那以后大钱的朝堂上，谁还敢说一句真话？那3弟呢？他用妖法劈晕了3弟，那是三殿下先拿剑要砍我脑袋的，正当防卫，懂不懂？我这叫自卫反击，那玩意儿叫防狼电击器，防身法器，电不死人的，顶多让他体验一下半身不遂的快感。你够了！顶多让他体验一下半身不遂的快感。你够了！朝堂之上成何体统？既然长公主立下军令状，这城外数十万流民之事便全权交由你与户部林侍郎处置。若1月内不能平息，朕定斩不饶！退朝！退朝！这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富人区纸醉金迷，穷人区易子而食。古人这生产力分配真是让人看不下去。
殿下，咱们得快点搞钱搞粮。这些流民要是再不管，真要出大事的。我得把他们救活。你一介异乡人，为何突然对大钱的流民如此上心，如此坚定？怎么说呢？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现代大好青年吧。9年义务教育，这是何等高深的学问？是哪位大儒的门派？不是什么门派，是一种制度。在我老家那边，国家有规定，每个孩子，不管家里是穷是富，不管是男是女，只要到了6岁，都必须强制送去学校读书，一共读9年，全都是免费的，国家给你兜底，这就是9年义务教育。我们那里的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有孩子强制入学，国家承担花费。若有朝一日，本宫真能荡平这朝堂上肮杂事，本宫也想让大钱所有的孩子都有学上。大老板，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时候我给你当教育局长。长公主殿下，小人是2皇子府上的管家，我家殿下在前面醉香楼设宴，有要事想请殿下一步一训。本宫没空听他废话，城外流民危在旦夕，让开。长公主殿下，您先别急着拒绝，我家殿下说了，您今天一定愿意去的。因为醉香楼里有您和这位张先生现在最迫切想要的东西——粮食。我操，这就是传说中的鸿门宴吗？以后谁再跟我说古代生产力低下，我跟谁急？这装修标准，就算换成现代那些5星级大酒店，也得被秒杀呀！皇姐，你可算来了。如果你今天弄出这么大阵势，就是为了这些不入流的消遣，那你最好现在就让开，否则别怪姐姐我翻脸掀桌子。皇姐莫急啊，容臣弟介绍一下，今日京城3大粮商的公子全都在此。这位是周家公子，这位是江南新科进士，有江南第一才子美名的顾家公子顾云舟，还有这位许家公子许庆歌。不仅如此，今日还有幸请到了当世大儒孔明章老先生做见证，本王便做主举办了这场文会，以诗词定输赢。不知皇姐有没有兴趣让你的门客下场玩玩啊？本宫没空陪你玩这种吟诗作对的把戏。皇姐先别急着拒绝，既然是斗诗，自然就有彩头。今日3大粮商为了支持朝廷赈灾，共同出资，拿出了足足10万担粮食作为奖励。谁能在今日的文会上取得优胜，这10万担粮食免费赠予。太阴毒了，我们走，不能中他的圈套。走？干嘛要走？哼，到嘴的肥肉还能让它飞了？公主殿下，话可别说的这么死。别忘了我是干嘛的。你今天就安安心心坐在这儿，且看我怎么把他们的底裤都给迎过来。不愧是江南才子，顾公子此诗绝妙啊！不知还有哪位才子愿上台赐教？就这，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辞藻堆砌，无病呻吟，这写的都是什么流水账？要是我写出这种狗屁不通的玩意儿，我恨不得躲进茅坑里3天不出来，生怕别人知道我是个文盲。你个粗鄙的蛮子，竟敢侮辱我的诗作！你懂什么叫风雅吗？皇王，既然你这艺人如此嚣张，有本事你上来比试比试。若是你做不出更好的，就立刻跪下给顾兄磕头认错。比就比啊，怕你啊！不过就为了区10万担粮食，让我这种大文枭出场费有点太低了吧？哼，10万担还低？你想要多少？你们可是京城3大粮商啊，格局打开一点好吗？一口价20万担，一口价20万担。赢了，粮食归长公主赈灾；输了，我张璇的项上人头今天就留在这醉香楼当囚梯。二殿下，各位大少爷，敢不敢玩把大的？好，本王就替他们做主，增加到20万担。爽快，来吧，什么题目随便出，我赶时间回去发赈灾粮。哼，狂妄至极！既然你如此口出狂言，那今日便以城外的流民与这场苦雨为题，限你1炷香之内作诗一首。写流民和雨，1炷香？听好了，各位古代的高材生们，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长安一夜听风雨，半入朱门半入泥。这奇句，曲水不知人骨瘦，关灯犹照案头题。仓前斗米千钱重，
棚下孤儿一舟低。这哪里是在写语？这分明是在写百姓的剔骨之痛啊！半入朱门，半入泥，将朱门酒肉臭与路有冻死骨的惨状写得入木三分，绝句，绝句呀！绝句，绝句呀！若问妖言何处起，闭门谈笑不闻鸡。好一个闭门谈笑不闻鸡！此诗气势悲凉，直指实弊，句句如刀，字字泣血。老朽自愧不如啊！张先生大才，这才是真正的忧国忧民之诗啊！哎，我都没带我高中语文老师的 PPT， 也没翻唐诗300首的题库，随便背了一首，怎么就把你们给秒杀了呢？真是寂寞如雪啊！老板，20万担粮食，准备派车来拉货吧。慢着，一首诗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这文会还没完。没错，你刚才在朝堂上口口声声什么救灾调陈，说的天花乱坠。既然你自诩大才，敢不敢把那些政令融入诗中，让天下人看看你的调陈到底是不是纸上谈兵？我说各位大少爷，你们这输了不认账的嘴脸，也太像那种充了钱还打不过平民玩家的氪金大佬了吧？行，想听政令是吧？拿小本本记好了。斗米须鸣世上价，一瓢先救血精人。若无牵押刘官姓，明日谁知饿死身？妙啊！将市价、市州、牵押、问责这些俗物完美融入7言之中，这才是真正能救命的诗。贴粮价，奸商就不敢乱涨；牵押留名，咱们就知道去哪儿告状。你只会写这些泥腿子苦难，算什么江南风流？文会怎么能离了风月？有本事你以风月为题，再做一首风月。外头饿殍遍野，你们在这喝着花酒跟我谈风月？行。我给你定制一款灾区限定版风月，楼上花灯照玉杯，桥边寒月照人回。珠帘不识周郭冷，一夜春风到洞腮。将朱门之奢与冻死之骨形成极致反差，骂得好，骂得痛快。这哪里是风月，这是在拷问我等读书人的良知啊！这哪里是风月，这是在拷问我等读书人的良知啊！好一个巧言令色的狂徒！你既然喜欢谈家国天下，那本王就考考你。北莽犯边，燕山危急，你若真有胸襟，就以边塞为题。北莽铁骑是吧？题库已更新，阴山雪暗，角声寒。北莽窥边未解安，苍尊若空军马瘦。长安一乱敌先欢，愿将万户炊烟稳，换得3关铁甲安。苍陵若国军马瘦，长安一乱敌先欢。这不仅是诗，这是国策，是将后方赈灾与前线军心紧密相连的战略大局啊！张先生，请受老朽一拜。不可能，这不可能！张玄，本王出最后一题，限你即兴做一首藏头诗，若做不出，立刻将你的人头留下。行，藏什么字？藏长公主乱政。李成金，你不要欺人太甚！皇姐怕什么？若是心中无愧，又何惧一首诗？若是心中无愧，又何惧一首诗？二殿下。我这人别的不会，就是擅长拆盲盒。既然你这么想要这5个字，我不仅给你，我还买4送1，附赠你一个彩蛋。长安公道在人间，公义从来不为权，主在民命非私器，乱者贪墨，正当间。长公主乱，这是4句的方头，那正字呢？在这儿呢。正当间，亦是朝政应当清明，那些贪污腐败、发国难财的乱臣贼子，就该被刻在耻辱柱上。二殿下，长公主乱政5个字齐了。我这买4送1的售后服务，您还满意吗？长安公道在人间，好一个公义不为权，主在民命，这才是大道。贪墨者就该被钉在耻辱柱上。赢麻了，老板，打完收工记得结一下出场费。二弟，这20万担粮食，本宫稍后便派镇北军来接管。多谢二弟与几位公子慷慨解囊。皇姐，今天这诗会就算你赢，但北莽使团已经过了雁门驿，3日内便抵京城。随行带来了和亲国书以及3道挑战，诗写的再好，能挡得住北莽的10万铁马吗？皇姐，你最好祈祷你身边的这条狗到了北莽的刀锋面前，嘴还能这么硬。10万铁骑，行，让他们把邮费报销一下，我教教他们什么叫物理超度。神车大仙钢铁菩萨，保佑咱们长公主府逢凶化吉，保佑张先生法力无边。老奴给您磕头了，您若是饿了，回头老奴去寻那92号的仙泉琼浆来孝敬您。停！赵叔，我求求你了，这玩意儿是内燃剂，吃汽油的。你在这儿烧高香，万一把我油路给点着了，咱们今天全得去见你们大钱的先帝。张先生，老奴这不是为了求个心安吗？您这法宝如此通灵，万一他今天脾气不好，他脾气好得很，只要不给他加水就行。你当真要试？那20万担粮食虽然还未到手，
但有了这笔筹码，本宫在朝堂上已有了斡旋的余地。你若是一去不回，这烂摊子，本宫去问谁？我的长公主殿下，老板，20万担粮食听着是挺多，但你仔细算算，城外流民几十万，每天人吃马脚，这点粮食能撑多久？塞牙缝都不够。更何况，咱们不仅要管京城的流民，这大钱全天下的穷苦百姓，只要我张璇在这儿一天，我就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只要我张璇在这儿一天，我就不能看着他们饿死。你要管全天下？那是当然。再说了，你没听二皇子那孙子说吗？3天后，北莽的使者就要兵临城下了，还要带着什么和亲国书，来势汹汹啊！他们要是真把你娶回那鸟不拉屎的草原去了，我以后在大前找谁当靠山，我抱谁的大腿？所以这一趟我必须得回去，我要回我的老家，去搞一批真正高产的农作物种子，搞一批降维打击的现代工具回来。只有把后勤库填满，咱们才有底气跟二皇子掀桌子，跟北莽那帮蛮子硬碰硬。满嘴跑马，没个正经。你若真能搬来救兵，本宫自然保你一世荣华。成交！老天爷、玉皇大帝、如来佛祖、牛顿、爱因斯坦，各位大佬保佑！怎么来的，就让我怎么回去吧！冲啊！不对啊，难道姿势不对？我操！不是吧？难道真的是单程票？系统 bug 了？我靠！难道老子这辈子真要永远困死在这没网便没空调的古代了吗？我靠！断轴了！我靠！难道老子这辈子真要永远困死在这没网便没空调的古代了吗？我靠！断轴了！我出来了！神迹啊！真的是白日飞升，神迹显灵啊！大仙显灵了！殿下，他凭空消失了。张璇，希望你能信守承诺，不要丢下本宫一个人。啊！我回来了，老子真的穿越回来了！柏油马路，高楼大厦，内燃机万岁，现代文明万岁！等一下，我刚才到底是怎么触发穿越的？我当时在发脾气，一脚同时踩死了油门和刹车，转速飙升到极限，但车没有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然后空间就扭曲了。我懂了，弹射起步，只要同时踩住油门和刹车，让发动机转速突破某个临界点，就能触发这辆神车的空间跳跃机制。既然我能找到触发机制穿回来，那就说明我完全可以自由的来回双向穿越，这就好办了啊！大田的渔民们，朝堂上的老古董们，你们不是跟我咬文嚼字吗？你们不是觉得老子是妖人吗？准备好接受现代工业体系和科技的降维打击吧！老子要用现代物资把你们的封建思维按在地上摩擦。6月15号，等等，我穿越去大前之前是6月14号晚上，我在大前待了差不多4、5天，可是现代社会才过去了大半天。也就是说，大前的时间流速大约是现代的5到6倍。时间紧迫，李峰哥那边只有3天时间，北莽的使团就要杀到京城了。按照时间流率换算，我在现代最多只能待半天，我必须在这半天之内搞定所有的物资采购。可是，这买高产种子要钱，买现代防爆道具要钱，把这辆破神车升级改装也需要钱。可我上个月在剧组搬砖的工资还没结啊！难道我要去抢银行吗？1分钱难倒英雄汉啊！这是什么？这是李凤哥给我的。公主、老板、富婆，你想得太周到了！我收回之前骂你脾气差的话，我这是爱斯进货，这简直是带资进组啊！我操，差点忘了，我这要是抱着一堆价值连城的古董去当铺，人家估计直接把我当盗墓贼或者精神病给扭送派出所。还是现代装清爽，搞钱去！欢迎光临珍宝阁，老板想看点什么？许老板是吧？我不看东西，我是来出货的。哦，出货？我这珍宝阁可不收那些个乡下收来的破铜烂铁或者工艺品。你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开开眼。您先长长眼。这玩意儿能值个几套房？这，小兄弟，你这东西哪来的？这可是正儿八经的1000年前的古董啊！而且这保存品相，简直就像是刚从古代皇宫的梳妆台上拿下来的一样，连一丝土腥味和氧化风化的痕迹都没有，这不科学啊！来路干干净净，祖上传下来的传家宝。许老板，你就给个痛快话，能吃下吗？小兄弟，你这东西虽然好，但毕竟没有明确的出处和鉴定证书，我担着风险收，一口价100万。100万，许老板，你这就不厚道了，欺负我不懂行是吧？那得，出门左拐还有几家古玩店，我去那边问问，我相信他们肯定识货。哎，兄弟留步，有话好商量。150万，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现结价了。哎，再高我就只能建议你去送拍了。成交，转账吧。许老板，刚才那只玉簪只是个开胃菜，这些全都是，就算是搬空了故宫博物院，也不可能拿出这么多品相完美的极品啊！兄弟，哥哥我跟你交个底，这些东西我一个人吃不下，我的资金链会断的。您别慌，你吃不下全部，那就吃一部分。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这些东西的价值。我急需大笔的流动资金，剩下的你可以帮我代理送拍，遇到喜欢的富豪可以拍出天价，佣金我一分不少你的。好，痛快，兄弟，这些金器和部分玉器，我以低于市价2成的价格直接现金收购。那对帝王绿手镯和紫金王冠，我帮您运作上苏富比秋拍，您看如何？可以，立刻结账，我赶时间。您尾号为444的银行卡收入到账1700万元。许老板，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张爷以后有什么好货，千万想着老哥我。钱到位了，现在我需要你帮个忙。你是生意人，黑白两道都认识，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物资采购渠道的猛人，能安排吗？张爷您放心，在咱们这片说起物资调度，没人比得上大区经销商罗总，我这就给他打电话，绝对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罗总对吧？初次见面，我赶时间，长话短说，土豆50吨，玉米50吨，精面粉50吨，东北大米50吨，另外再给我备1000套最厚实的御寒军大衣，500把锋利的开山工兵铲，200套便携式强光探照灯设备，我要现货，今晚就要装车。我操，兄弟，你来进货还是来打仗的啊？200吨的粮食，还有开山铲和探照灯，你买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实不相瞒，罗总，我是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慈善家。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极其偏远、交通断绝、连网都没有的穷苦山区，那里的老百姓正在遭遇特大饥荒。我这批物资就是去支援建设、做慈善的。哎呀，原来是张大善人，失敬失敬。这年头，像您这样愿意掏真金白银去做慈善的年轻人可不多了。您放心，这批货老哥我按出厂底价给您算，保证今晚全部堆在这间空仓库里。罗总大气，合作愉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孤单啊。我就算把神车塞爆，一次最多也就拉个1-2吨，这要运到什么时候去？不行，看来在大规模搬运物资之前，必须得找个懂行的高手，给老子的神车来一次彻头彻尾的大规模变态升级了。喂，老马吗？对，是我张璇。你现在立刻马上把你的修车厂关门清场，我这里有个1000万级别的大工程，今晚咱们要把一辆改装成一头空间怪兽。老马，马成功，别修那辆破3轮了，接大活了。瞎嚷嚷什么？你小子失踪好几天，我以为你被人嘎腰子了呢。哟，你这神车怎么搞的？去中东当战地记者了？少废话！50万买你今天整个修理厂的 VIP 包场服务。老马，我要求很简单，速度要快，质量要硬，后箱空间给我掏到最大，马力必须给我拉满，钱我给够了，你给我往死里改。我操！张老板大气，你放心，只要钱到位，航天飞机我都给你焊个底盘出来。今晚你就在休息室喝茶，明天天亮前，我保证还你台性能怪兽。张总，醒醒，验车啦！老马，搞这么隆重，你别是给我弄了个花架子吧？瞧好了您嘞。老马，你这行不行啊？我不就是让你速度快一点，质量好一点，空间大一点，马力足一点吗？钱我可是给够了的，50万啊！你别糊弄我，这外观跟以前有啥区别？你就给我洗了个车。张总，格局打开，这叫扮猪吃老虎。你往里看，外观我刻意没动，甚至保留了原厂的塑料感，低调才是最牛逼的炫耀。但实际上，除了这层皮和车架，里头的内脏我全给你换了。内部我只保留了主副驾驶座，加装了赛车级6点安全带和防滚架，后面的座椅全部拆除掏空，底盘重新做了全铝合金加固，承重能力堪比轻型卡车。为了保证你拉重货不塌屁股，避震换了顶级的空气悬挂，可以根据负重自动调节底盘高度。这轮胎防爆防弹的全地形越野胎，最恐怖的是发动机，我找关系连夜给你调了一台双涡自压的 V8 大心脏。张总，我现在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辆神车现在拥有不输于100万级超跑的直线加速能力，拉着2吨土豆，照样能让你体验一把什么叫贴地飞行。看得漂亮，老马，你这手艺绝了，尾款我直接转你抚肤痛。大钱的乡亲们，老子来进货啦！殿下，这米竟然没有一丝骨壳和沙石，白得像雪一样。这么多粮食，就算是咱们镇北军全军敞开肚皮，也够吃上好几年了吧？神仙！
仙显灵啊！祖师爷保佑啊！这简直是聚宝盆啊！张先生真乃九天玄女下凡，不对，是财神爷转世啊！老奴给神仙上香了。怎么样，老板？我没让你失望吧？20万担算个屁！这堆硬货足够把那帮贪官污吏的脸都给打肿了。张玄，你确实给了本宫一个天大的惊喜，有此等神物相助，大钱的流民有救了。光有口头表扬可不行啊，老板，我这一晚上没合眼，当牛做马的跨时空给您拉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加班费咱们怎么算？你想要什么赏赐？金银珠宝，还是加官进爵？那些太俗了，要不老板你大发慈悲，让我牵一下你的手，安慰一下我这颗疲惫的心灵呗。下不为例。哎呦喂，公主这手保养的真好，我亲一下，感受一下皇家气息。殿下，不好了！那啥，我看殿下指甲好像有点劈叉了。何事如此慌张？殿下，北莽的使团今日已经上了早朝，他们态度极其嚣张，带着国书点名道姓，要求陛下将您赐婚和亲。这帮北莽蛮子竟敢觊觎殿下，简直找死！赵福，立刻调集府中所有人手，将这批粮食和物资运往城外施粥放粮，稳定流民人心，一粒粮食都不许出差错。属下领命。张玄，随本宫进宫，会一会这群北莽蛮夷。得嘞，敢抢我大老板，看我今天不把这帮蛮子的 CPU 给喷烧了！只要大钱愿将镇国长公主李凤歌赐予我北莽单于为妾，两国便可结秦晋之好，息兵霸占。否则，我北莽10万无敌铁骑即刻南下，届时马踏中原，生灵涂炭，可就怨不得我们了。狂妄！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此奏议狂吠！我大钱的长公主，岂是你们这等茹毛饮血的蛮夷可以肖想的？你若找死，本王现在就成全你！父皇，北莽此举分明是折辱我大钱国威。我大钱虽逢天灾，却也绝不受尔等蛮夷胁迫，和亲之事断无可能。想娶本宫，就凭你们北莽那些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草莽匹夫，也配？长公主殿下，你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10万铁骑可不是开玩笑的。10万铁骑哟！我还以为谁在这大放厥词呢，原来是一群身上还带着洋膻味的蛮子。怎么着，来逼婚啊？你们彩礼带够了吗？拿10万大军当彩礼，你们这风俗挺费命啊！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插嘴国家大事？我是长公主府的首席客卿，未来的大钱科研领头人。怎么，你个连9年义务教育都没上过的文盲，听不懂人话呀？还10万铁骑南下，你们家战马是烧柴油的还是吃核动力的啊？粮草带够了吗？后勤跟得上吗？大冬天的不在草原上抱着火炉烤羊腿，跑这儿来碰瓷儿，是不是脑子进水短路了？混账，只会逞口舌之力，大钱难道就只剩这种跳梁小丑了吗？好，既然你们大钱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就不废话。大钱不是自诩天朝上国人才济济吗？我北莽使团今日就在这金銮殿上向你们大钱发起3场比试，文武奇技各1场。若你们大钱能连赢3场，我北莽使团立刻掉头，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3年内绝不南犯半步。可要是你们输了哪怕1场，李凤歌必须随我们回北莽和亲，你们敢不敢接？有何不敢？这3场比试，大钱接了。今天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比试讲究个公平公正。待会儿要是谁输了之后逼逼赖赖，那可就是纯粹的玩不起了。听说你们大钱的文官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写起诗词文章来一套一套的，就是不知道这硬核的机械锁，你们这帮握笔杆子的人会不会开？老夫乌兰巴图，这9连铜狼匣可是花了我整整10年的心血才研发出来的顶尖之作，里头9个环环环相扣，处处都是防拆的暗锁机关。你们只要走错一步，里边直接给你锁死3层。
你们大前要是连个能看懂这机械图纸的人都没有，老夫劝你们第一场干脆直接认输，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怎么？平时吹嘘你们中原人聪明绝顶，难道你们的智商莫非只会写在纸上，当个纸上谈兵的废物？国体势大，怎么能连个迎战的人都没有，直接就认输呢？罗先生，事已至此，你且上去试试吧，尽力而为便了。光会做几道算术题就敢来碰硬核机械，纸上谈兵也配在这儿谈机关制造？这帮读死书的酸人就是靠不住，遇到真格的就拉垮，换个手上有劲、懂手艺的工匠上去。启禀殿下，此屋内部的暗扣确实繁多复杂，不过属下摸到这狼腹下方有一道细微的拼缝，只要找准发力点，强行撬开这条缝，就能直接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靠一身蛮力硬撬，你这跟虾熊掏蜂蜜有什么区别？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莽夫！长公主殿下，你们大前的算学先生不行，军中巧匠也不行，现在是不是该轮到你手底下的高人出场了？来了来了，催什么催啊？赶着投胎呢。怎么又是这小子来出风头？可不是嘛！昨天晚上在长公主府偏院里搞得灯火通明、白光刺眼的，今天又带着一堆奇形怪状的破铜烂铁进宫，这小子身上绝对憋着什么坏水呢。行了，情况我大概摸清楚了，不过在动手之前，咱们先把游戏规则明明白白的定死啊！是不是只要这头铜狼的嘴巴张开，我把里面藏着的那颗狼牙掏出来，就算我顺利通关了？哼，不错，正是如此。那解题手法没限制吧？随便你怎么搞，任你施为。王子殿下，这东西被我弄开之后，不需要保持机关的完整性吧？要是坏了，可不用我个人掏腰包赔偿吧？说了任你是话，你能打开就算你赢。只要你有这真本事，我们北莽人一口唾沫一个钉，绝对不像你们中原那些酸腐文人一样，输了还找一堆借口。妥了，诸位大人，你们可都竖起耳朵听清楚了啊！这可是北莽王子亲口答应的条件，坏了不用赔。确实精巧，算得上是纯手工打造的顶级机械防盗锁了。哼，怎么？刚才口口声声问坏了用不用赔，现在真面对这绝世机关，连碰都不敢碰了？大师，我考你个哲学问题啊，你觉得机关之道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什么？自然是精妙绝伦的巧思，是巧夺天工的技艺。错，大错特错。所谓破解，就是从物理层面上彻底解决掉那个制造问题的东西。我操！你干什么？大惊小怪什么？听见没？别急啊，这不还没死透吗？快给我住手！那是连心锰，是我整个机关的核心。你这是在毁我一辈子的心血呀！连心锰，这名字起的还挺讲究，文艺范儿挺足啊。你这防拆意识确实做得不错啊，老爷子，暗锁结构挺超前的。可惜啊，受限于时代的冶炼技术，这材料差了点意思，这铜太软了。这要是让我来做这把锁，核心受力垫我至少得给你换成钛合金的，不然怎么防得住我这暴力破解呢？你毁了我的毕生心血呀！大师，格局打开点吧，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谁还不用面对几次突如其来的暴力拆迁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搞定，打完收工，开了。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算哪门子破解？你这分明是在搞破坏，是毁器！哎，王子殿下，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啊！刚才动手前可是你们亲口答应的，随便我怎么搞，能打开就算数。怎么着？现在看到标准答案不喜欢？堂堂北莽使团，打算当着大前满朝文武的面玩赖皮呀？一派胡言！机关术比拼的是精妙的解法，是大脑的对决，不是像野蛮人一样直接把它砸烂。殿下，我必须要非常严谨的纠正你一下，我这绝对不叫砸烂，我这叫精准的拆废。在咱们现代工业工程学上，这有一个极其专业且高雅的学术名称，叫做不可逆破坏性拆解。懂不懂技术啊？你们无耻下流！你这简直是机关界的败类！殿下，绝对不能算数。此人所用之工具奇形怪状，闻所未闻。那黑色铁锤工作时声如雷鸣，更是会爆射出金色火星，这分明是涉嫌要挟之术。若是凭这种下作手段赢了比试，岂不是丢尽了我大前的国体天威？你们北莽出机关难题，我大前自然用机关手段还击，技不如人，输了就是输了，哪来那么多废话？莫要把自己看不懂、没见识过的本事，通通甩锅给要挟之术。你嫌丢人，本宫还嫌你们无能。沈相向来重规矩、重国法，裴尚书更是执掌大前工部，乃是机关器械的行家。
那就请二位大人亲自出面验一验，看看张选此局究竟可曾违反了之前的明文约定。北莽使者方才有言在先，任尔施为，能开便算，并且也明确表示过，不论手段，只要能取出信物即可。如今张选已然成功取出了狼牙信物，确实未曾违背明令。没有妖法，绝对没有妖法！老臣看得清清楚楚，那黑色奇物前端的小钻头是通过高速旋转的物理力量强行破坏了铆钉，那块黑色方石是利用了磁石相吸的原理牵引住了内部的暗黄，还有那喷出的奇异油界，更是为了渗入缝隙，减少金属间的摩擦阻力。这每一步操作都有迹可循，全都符合最为严密的格物机械之理。这根本不是什么妖法，这只是极其精妙、远超我等认知的绝世工具呀！这花里胡哨的又是什么鬼东西？这叫礼尚往来。刚才你们出完题了，现在该轮到我大钱出题了。既然大师你这么懂机关巧思，那你就来试试我这个。规则极其简单，不需要你找什么信物，只要你能把这6个面的颜色全都拼成统一的纯色，就算你成功破解。就这种劣质的，用来糊弄3岁小孩的破玩具，你也敢拿来称作机关？你这是在侮辱老夫！是不是侮辱？你解开再说啊。不过大师，咱们丑话先说在前面，规矩还是那个规矩，任你施为，但是绝对不可毁弃。你要是把它给摔了、砸了，或者像个泼妇一样强行给它拆开了，全都不算数。只要这东西坏了一点点，就只能说明你根本不懂什么叫技术，你不过是一个只会搞破坏的暴力狂而已。大师，我刚才拆你的铜狼，可是严格按照你定下的任你施为的规矩来的。现在你解我的机关，我也没强求你非得吟诗作句，只让你把颜色归个位而已。咱们这叫一报还一报，很公平吧？老夫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巧思！哼，雕虫小技！哎呀，大师，你别急啊，这东西脾气好得很，它又不咬人，你得找规律啊，不能瞎转。你给我闭嘴！这里面必定有诈，这方块里面肯定藏了见不得人的暗锁和机关死结。你别血口喷人，老夫亲自来验。裴大人，请。老夫以大钱工部尚书的名誉担保，此物内部绝无任何金属锁芯，没有暗滑，更没有藏匿火药，它纯粹就是依靠中心轴和方块边缘的卡槽进行的纯物理空间排列组合。此等构思简直是鬼斧神工，巧夺天工啊！哎，大师，你可悠着点啊！咱们刚才可是说好的，你把它强行摔坏了，可就不算你破解成功了哦。毕竟这可是我耗费了9块9巨资从极西之地买来的毕生心血呀！你放屁！9块9是个什么东西？一种极其沉重的、你无法承受的代价。离场，暂记大钱胜。立刻把妖气之民给本王祭死，就算他今天赢了，日后也要用这名头将他万劫不复。就让他先蹦跶一会儿，下一场可是比拼骑射。哼，真刀真枪的硬功夫，本王倒要看看他还能怎么用那些破铜烂铁来拆。那个张小友啊，那块神奇的彩色方块可否借给我工部，让老夫拿回去好好观摩几天？尚书大人，您快收起您那如狼似虎的眼神吧。您这哪里是想观摩一观啊？您这眼神分明是想把我的宝贝直接大卸8块，剧烈破坏啊！第2场比拼马上疾驰，射落半空飞灵，再一箭穿透那枚铜钱的方孔，出阵。不言图，我北莽草原上的第1神射手。这击阔之术或可投机取巧，然马背之上，弓箭绝无虚言。大钱的诸位，不知这回又要用何等新奇之物来拆解？我大钱人才济济，岂是唯有他长公主府才能出战？赵猛，给本王滚出来！末将在，去上马，让这帮北莽蛮子好好看看我大钱进军的真本事！这也叫射箭？这是在给旗杆挠痒子吧？不堪大用的废物！长公主殿下，首战算你侥幸，这第2阵，你麾下之人可还有胆量上场？老板，这把信我包赢的。你还精通骑射？射箭我懂一点。至于骑马嘛，咱们今天能不能先不聊这个伤感情的话题？马背上颠得我屁股疼。开箱。奇哉，这弓身两端为何生有圆轮？弓弦走势竟是反绕。此等夺天地造化之奇物，老朽可否将其拆解衣冠器内部激活？边老头，您赶紧把眼睛里的解剖刀收一收行吗？我这可是用来保命的吃饭家伙。
拆坏了你拿大钱国库赔我啊！休得在此巧言令色。第2局本就定下，马上疾驰射飞灵川铜钱。你若不敢上马，便是畏速避战，这规矩可容不得你擅改。行，你说的有道理，我这人最讲规矩。既然我不骑马占了便宜，那我就给自己加个地狱级难度。呼延图是骑马100丈穿前，对吧？那我就站着射，不过麻烦把靶子再往后退50丈，总共150丈。我要是射不中，算我们大钱输；我要是射中了，麻烦你们集体闭嘴，别再输不起一样瞎逼逼。依他所言，退靶，让他射150丈，绝无可能。切莫手抖。老板，有没有一种可能，本来我心态还挺稳的，你这宛如教导主任一样的口吻一出来，我这手抖得更厉害了。那便等赢下此局，你再慢慢去抖。行，听你的。风阻修正，正中靶心，几乎贴着之前北莽射手留下的剑痕，踩，真乃神迹！拿去，悬于那150丈外的靶架之上。我操！你们北莽人是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这么远的距离穿铜钱，这他妈简直是地狱难度开局！射！将此功与我一试。嘿呦，怎么着？文斗比不过武斗输了，现在改成明抢了是吧？我只是想试一下，借你摸摸可以，但友情提示啊，大兄弟，这玩意儿是高科技。第一，别空拉空放，容易诈骗；第二，别瞎扣扳机；最重要的是，拉弓的时候千万别把你的大脸盘子贴在弓弦回弹的轨道上，不然抽你个半身不遂。哎，瞧见没，大兄弟，给你神装你也玩不明白，装备先进那叫科技迭代，不是作弊。能在实战里把这些高科技玩出花来，那才叫真正的硬核实力，懂？这第2阵乃是我大钱胜利。这第2局就算你们大钱过了，这第3场咱们不论其余，只比最纯粹的勇力。阿骨达，大钱的男人们，谁敢来受死？你莫非连这等千斤巨石也有法子举起？开什么玩笑！就我这小身板去硬扛扛那破石头，高位截瘫警告好吗？绝对不会。不过老板你得知道，力气这东西吧，有时候它真不一定非得却长在4肢发达的胳膊上。大钱，何人敢来受死？贵国文章锦绣，护具奇巧，然这第3场比拼就力，总不能凭空让这块巨石自己飞起来吧？你莫非连举石也精通？干这种重体力活，有时候光靠练腱子肉是没用的，得靠脑子。起！此时边缘因风化过于湿滑，实在不合古籍理智。看来大钱人的通天力气全长在这张嘴上了。大钱若是只顾着争论谁输的更为体面，本王有的是时间在此候着。张公主，这第3场角力，莫非还要指望他这单薄身板？我确实手无缚鸡之力，真要是遇上只脾气暴的老母鸡，估计还能追着我啄2口。张先生此番定是要请武陵神君显灵搬山了，心诚则灵。赵叔，收起你的封建迷信，我这是经典初中物理力学，不是开坛做法。懂得利用科学借力，那才叫高智商人类。神迹啊！物理大仙真显灵了，真举起来了，一只手就把狼神石提起来了，这绝对不算，此乃奇迹妙小的死物。你们的力气长在4肢上，哥们儿的力气是先过这颗高智商的大脑，再通过物理法则甩在这块破石头上的。怎么着？谁规定这用来思考的脑子就不算我身上长的肉了？此局还请大钱皇帝陛下亲裁断。拓跋爷，朕问你，此局可曾明文剑用器具辅助？可曾规定必须赤手相搏？巨石眼下可曾离地？确实离了。既如此，第3场大钱胜。大钱善用器物，本王认栽。然我北莽立国于草原，儿郎皆在马背上决生死。本王斗胆请加赛一场，绕京城官道狂奔一圈，先归者胜。大钱若不敢应战，前面3胜本王依旧认下，只是难免被草原勇士笑作懦。殿下，此乃极品汗血马，我朝骏马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他只说比谁先跑完1圈，可没规定这马身上不能自带4个涡轮增牙的轮子啊！张先生要以此等死物代替战马出战，又不是比谁腿多，你们4条腿，我4个轮子，
很公平吧？热身结束，轮到我上场了。腹藏雷霆，拉什么骏马？老子就是你们要等的马！接过，接过！大钱路政合法上路，撞了不包赔啊！哥们儿，你们家这宝马平时不做保养啊？怎么跑半圈就喘成这样？下回买马记得看准发动机排量，小马拉车可不行。裁判，要不咱们等他一会儿？我真怕那兄弟在国道上迷路了。铁马赢了汗血宝马，4胜。赢的确实有失雅观。老板，这叫极致的朴素与绝对的可靠，实用主义的浪漫。排队，谁敢插队，直接取消3天口粮。别以为法不责众，我这儿的监控，账本记得清清楚楚。别喊了，嗓子不疼吗？老板，这几十万人要吃饭，不立规矩不行。不过，秦统领怎么还没带巡防营来交接？就咱俩带10几个亲卫，是不是草率了？杀！去妖人与长公主手机！我靠，这年头连要饭的都卷成这样了吗？退后！妈的，真当老子是软柿子！雷电法王请求出战，尝尝现代10万伏特的物理超度吧，孙子！怎么，你也想办个网瘾治疗 VIP 套餐？老板掩护，我今天非给他们做个全套电疗不可！砍我玻璃，老子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重工业！追上去！他们的铁车跑这山路绝对跑不快！大老板，你这3弟脑子有坑吧？光天化日带着私兵劫杀长公主，直接快进到造反剧情。他被逼急了，只要将你我杀在荒野，就能推给北莽细作。跑啊，跑啊，李凤哥，你这贱逼倒是继续跑啊！你那辆能发光轰鸣的妖车呢？是不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3弟，究竟是什么让你丧心病狂到勾结外敌，甚至对亲生长姐挥起屠刀？就因为你是长公主，你一个女人不绣花非要去打仗，成了天下人眼里的女战神。那我呢？我和二哥堂堂大前皇子，竟被你一个女人踩在脚下。只要杀了你，吞下这落魂崖，死无对证。父皇就算再喷痛，大前皇位也只能从我和二哥里挑。你要什么？3殿下，你这套反派临终演讲太老掉牙了。知道你老爹为什么看不上你吗？不是因为你是男是女，是因为你是个无可救药的废物。你自己业务能力不行，做不过人家女 CEO， 不想着提升自己，天天就想着搞暗杀下绊子。秦统领、2皇子殿下，还有老陛下，刚才3皇子殿下那番感人肺腑的演讲，你们这全频段现场直播听得还清楚吗？清楚的很。父皇，惊不惊喜？我在安置点拿大喇叭喊，就是在给秦统领发暗号。为了让陛下听清你大逆不道的心声，我连夜给玉鸟装了最高音质的车载收音设备，这服务到位吧？父皇听儿臣解释，儿臣是一时糊涂，绝无谋逆之心啊！一时糊涂，勾结北莽出卖边防，如今还要劫杀立下战功的长姐，朕的大钱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卖国求荣的畜生？回宫。大老板别看了，这只是第1季大结局，后面的宫斗剧本还长着呢。走吧，该回府算账了。张玄，此人不除，本王大业难成，你必须死！长公主李凤歌临危不乱，护国有功，即日起册封为大前皇太女，入主东宫，代天子监儿臣定不负父皇重托。漂亮，大老板终于成功上市，这大腿抱牢了。等局势稳了，我就申请个带薪休假，当个土霸王去。别做梦了，大钱这盘烂棋才刚开始，你这辈子都得留在京城乖乖打工。老板，今天你正式册封，
那个平时最爱笑里藏刀的二皇子李成真，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看见？报！800里加急，边关告急！北莽四会协定，耶律苍狼率10万大军倾巢而出，已兵临义山城下。北莽仿佛生了天眼，完全掌握了我军布防图，一夜连拔6座防墙。周振岳老将军率5000残兵死守孤城，撑不过3天了。是他，老二逆子，为了皇位，你竟敢出卖国门！陛下，都给本宫闭嘴！天还没塌，谁敢喧哗扰乱军心，本宫第一个砍了他脑袋！沈首府，封锁9门，全城搜捕逆贼李成基。裴尚书，带领太医院不惜代价救回父皇。以山城绝不容有失，本宫决定亲自出征。我李家大钱由我李家人自己守候，哪怕战死沙场，本宫绝不退缩半步。好，既然你要封，老子今天陪你封到底。以山城情况急糟，10万对5000，常规刀剑根本破不了局，所以不能按常理出牌。老板，冷兵器我们没胜算，必须上科技。你带亲卫先行稳住军心，我现在立刻返回现代，搜刮一切能用到的物理外挂。只有用绝对的降维火力，才能把这10万北莽蛮子砸退。这一吻是定金，本宫在以山城等你。为了你，老子今天就算把世界翻过来，这场大战也替你打了。物理大仙飞升了，求大仙保佑长公主平安。老许，你道上路子广，我问你，这玩意儿你能不能给我弄到？我操 ！AK47 还要挂载榴弹发射器，祖宗您疯了呀？到底要干啥？去打仗！峰哥，你撑住！管他什么10万大军，敢动老子的女人，老子这次一定要让这帮北莽麻子知道，什么叫现代重火力覆盖！李成祥，你这个数典忘祖、猪狗不如的畜生！你身为大前皇子，吃着大前百姓的民脂民膏，如今竟然认贼作父，带着外敌的屠刀来轰击生你养你的大前国土，你死后有何颜面去面对大前的列祖列宗？我的好皇姐，没想到吧？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父皇那个老糊涂，竟然真的把这万里江山交给了你这个女人。他瞎了眼，但我没有。这大前的天下本该就是我的。既然你们不给我，那我就自己带兵打回来。李成金，你不仅是个可悲的懦夫，还是个极其愚蠢的疯子。你以为北莽人真的会好心帮你复辟？他们不过是把你当成一条带路的狗罢了。等大前的城门一破，第一个死无全尸的就是你。闭嘴！李凤哥，你少在这里死鸭子嘴硬了。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你面前的10万大军，再看看这些能把城墙轰成齑粉的红衣大炮。你的以山城今天必破无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拓跋将军，这贱婢冥顽不灵，让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之蛙开开眼界，见识见识这红衣大炮的毁天灭地之威。大前的皇太女殿下，你给本王竖起耳朵听好了，这可是我北莽汇聚了无数顶尖匠人，不惜砸下倾国重金，耗费了整整10年心血，才终于研制而出的绝世凶器——红衣大炮。虽然因为时间紧迫，只赶制出了这区10门，但是用来轰碎你这小小的以山城，把你和你手下那些残兵败将碾成肉泥，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开炮！保护殿下！报告将军，主城门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敌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弟兄们的血肉之躯根本堵不住啊！什么？城在人在，城破人亡。传我将令，所有的火头军，哪怕是断了胳膊的伤兵，全都给老子拿上武器顶上去！上巨垛，推战车，哪怕是把尸体全都堆起来，也要把缺口给我死死堵住！就算是拿人命去填，也绝不能让北莽的铁骑冲进城里半步！不堪一击，简直是不堪一击！全军听令，拔刀，准备冲锋，给本王踏平以山城，寸草不留！皇姐，你刚才不是还很嘴硬吗？你看看你拼死守护的以山城，马上就要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人间地狱了。我这个做弟弟的，天生心肠软，我就大发慈悲，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你现在立刻放下你手里那把可笑的剑，一个人骑马出城，跪在我的面前向我磕头认错，当着这10万大军的面承认我才是大前的正统。本王今天心情好，就可以做主，让拓跋将军暂时停止炮击，饶这城里的几千残兵一条微不足道的狗命。李成清，你做梦！殿下乃是大前皇太女，千金之躯，国之根本，岂能受你这等卑劣国贼的折辱？老夫今日就算是战死在此，也绝不容你羞辱殿下半分。好，殿下，不可！这是那逆贼的缓兵之计呀！您一旦出城，落入他们手中，必死无疑，大前就全完了呀！放手！本宫身为大前皇太女，这江山是本宫的，将士也是本宫的。若能用本宫一人之命拖延他们片刻的进攻时间，换取将士们修补城门、苟延残喘的机会，有何不可？可是殿下，这是军令。张璇，本宫恐怕等不到你带着那些奇怪的武器回来了。开城门！本宫出来了。你要本宫下跪，你这种靠出卖祖宗摇尾乞怜的废物，受得起吗？你还真以为你是那高高在上的女战神吗？你不过是个愚蠢至极、自寻死路的女人！拓跋将军，开炮！给我立刻开炮轰碎他！只要他一死，整个大前就群龙无首，这天下就都是我的了！快开炮啊！瞄准那个穿红甲的女人，点火！殿下！张璇，本宫尽力了。大老板，小的这趟拉回来的加急快递没来晚吧？你这该死的家伙！你若是再晚来半步，本宫非扣光你这辈子的工钱不可！这到底是个什么妖物？拓跋将军，莫要被这虚张声势的妖术给骗了！什么钢铁怪兽，不过就是个加大号的乌龟壳罢了。他这铁壳子再硬，能挡得住1发，难道还能挡得住10发齐射？这天下就没有红衣大炮轰不碎的东西！北莽火器营听令，10门红衣大炮给本王重新装填，瞄准那个绿色的铁案子，本王要把他连同那个妖人一起轰成铁渣！开炮！张璇！死吧！全都给本王死吧！我说二殿下，还有那个扎脏辫的蛮子，你们是不是对火力覆盖这4个字有什么误解啊？老子这可是由高强度特种合金外加乔巴姆复合装甲打造而成的现代陆战之王，你们拿那几门连膛线都没有的古法小炮棒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这玩意儿在我们老家大年30当烟花放都嫌它崩一身灰。谁给你们的勇气跟我硬碰硬？梁静茹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继续装填，继续轰！二殿下，不能再打了，炮管已经烫得能烤熟羊腿了，强行填装肯定会炸膛的啊！废物啊！你们不敢开，本王自己来，去死吧！二殿下，您这新造型可太别致了！托尼老师给您烫的这款黑人烫爆炸头，简直走在了大前时尚界的最前沿啊！骑兵营全军冲锋，用铁蹄把他给本王活活踩扁！杀！尝尝高爆小甜点的滋味吧，孙子们！天罚，这是天罚啊！人海战术，给本王用人命填！靠，真当老子是孤军奋战啊！呼叫秦大统领，憋了这么久，该让咱们大前的特种部队亮相了，给我出动，自由骑射，开火！败了，彻底败了，撤军！不能撤，这是千载难逢杀李峰哥的机会！滚开！连大前藏着这种灭世神器都不知道，北莽勇士不屑与这种软骨头为伍。殿下，敌军退了！皇姐饶命啊！我是被逼的。收押，套上枷锁，打入囚车，押解回京，以叛国谋逆罪受审。我的公主大人，这场第3次世界大战，微臣可是替您打赢了。不知道现在微臣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您坐上这辆全大前独一份的陆战之王，带您去兜个风啊！好。